你们发现没？这次危机最淡定的人是你们家兰苑呢。怀桑一句话，把静默吃饭的兰苑变成了全场焦点，嘴里嚼着饭，不动声色地环视一周，倒是把景怡闹不明白了。为什么？聂叔叔，我也很淡定啊。你是很乖，可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们一圈人都着急，就兰苑最稳。小阿苑，你怎么看出来你爸爸在演戏的？一直只顾着吃的景怡还在猛，不就是两个人说好了，要懂事一点，不给大人添麻烦吗？什么演戏？爸爸怎么了？魏婴往蓝湛身边靠了靠，抬起头来给他一个看好戏的表情，等着阿苑开口。兰苑嚼完了米饭，喝了口酸奶，不急不缓地说，父亲如果真的有事，爸爸不会躲起来哭的，他不会那么没用。一句话就镇住了场。是啊，魏无羡从来就不是坐以待毙的人呐，蓝忘机是他的命，真有事他一定第一时间营救。况且他要真是想去救人，你们谁能拦住？众人想起来灭温氏那一战，魏无羡可为佛挡杀佛呀。他要真想去救蓝忘机，谁能拦得住？可他始终没去，窝在家里演抑郁。父亲研究了这么多年追踪定位，还有失踪前科，我不信他敢再让我爸爸找不到。追妻火葬场的故事，可是聂叔叔你亲口讲过的。聂怀桑下意识就伸手捂住阿苑的嘴，众人尴尬的快要笑场了。对呀，蓝忘机什么智商，不会蠢到同一个石头绊倒2次啊，更何况如果他自己演苦肉，既瞒着魏无羡，那恐怕是再也追不回来了。望羡二人已经掩不住不愧是我儿子的傲娇了，怎么办？儿子太优秀了，给叔叔伯伯打脸弄得好难看，要怎么收场？好困扰。所以父亲不会让自己有危险，也不会瞒着爸爸，既然他们安排好了，我们配合就好了。说完，给呆住的景怡夹了一块子肉，敲敲他的碗，哄他多吃点，自己也慢条斯理继续吃饭。子俊，再给我个生孩子吧，人类幼崽太智慧了。苏子俊羞红了脸，掐了一把聂怀桑，埋头吃饭。阿苑，你这么早就看出来，怎么不提醒爷爷和大伯呢？爷爷都担心的生病了。蓝曦臣惊叹小侄子的睿智，又忍不住新的疑问。大伯，我爸爸不说就是不能说呀。你别怪阿苑，我已经让景怡在哄爷爷了。蓝曦臣了然，不住的点头，这是看破不说破呀，境界果然高啊。又忍不住默默在对比，阿苑几岁了？忘机这个年纪的时候是什么心智？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呢？他看看阿苑，又看看阿瑶，默默决定，以后要多生几个。人类幼崽果然是太智慧了，一代比一代进化呀。不久之后，蓝曦臣与孟瑶移居北京，孟瑶更名为金光瑶，入了金家族谱，办了盛大婚礼，登报公告，夫妇二人接手金氏集团，正式从商。聂明珏在婚礼现场、董事会和接任酒宴都给了最强的支持。蓝忘机不便相助，魏无羡以知名律师和公司老总的身份，却是去撑了十足的场子。除此之外，还把北京城的人脉攒了局打包给了蓝曦臣。忙完大哥的事情，望羡二人又商量着，还是搬回去叔父那里住，免得老人家一个人太冷清。因为没多久，阿苑和景怡上了初中，原先商议过把他们俩送去了私立学校住校了。蓝启仁却是老大不乐意，嘴上说一个人挺好，说什么我还没老的不能动呢，别把我当孤寡老人看待。实际上嫌他们俩每天撒狗粮腻歪，坚持要独居更自在。蓝湛，你说叔父是不是嫌我们碍事了？碍什么事？莫不是想给我们找个婶婶？家里2个学生快要放寒假的时候，魏无羡已经计划好了要带他们去北京小住。2个崽子都是南方人，还没有去过北方，要带他们去感受一下北京城，去看看雪，逛逛天安门、故宫。蓝忘机自是没有异议，只是遗憾自己没有假期，不能同去。40岁的人了，难得露出委屈巴拉的模样。这一天学校放假，要去接2个孩子回来。午后暖阳还在，蓝忘机就早早回来了。魏无羡给他开了门，拿拖鞋，就瞥见他藏不住的喜色。往常的愉悦只存在于平常人读不出来的眼底，今日可是实实在在的勾唇笑意。想着时间还早，就忍不住栖身上去，摆了个壁咚姿势，眯着眼睛逗人。什么天大的好事儿，让我家二哥哥如此喜形于色？蓝忘机笑意更深，
咧开嘴露出了白牙。不止，简直心花怒放，心想事成。魏无羡更加好奇，继续追问，到底什么事啊？快说，别卖关子。蓝忘机反客为主，扣住他的手腕，拢在他身后，嘴巴凑到耳边吐着热气。上头让我去国防大学进修，3天后启程。魏无羡没听懂，有点懵，被撩得也有点不清醒。所以呢？你开心什么？这个学校很厉害。蓝忘机清了清嗓子，正色回答，厉害是厉害，国内最高军事学府，也是大校升少将的镀金地，做旅长之前要去进修过，才具备升衔资格。哇，那就是说，这是为升衔做铺垫喽。恭喜你啊，蓝湛。蓝忘机眯眯眼，提醒这个抓不着重点的大迷糊。宝，国防大学在北京海淀区。魏无羡嘴巴张成了 O 型，就在家门口。海淀区的那个军校，竟然是国防大学的吗？这么浅显的事情我竟然不知道。恍惚间记得，经常路过，有印象那个名字的，看来是忘了。在新家住太久，乐不思蜀了。蓝忘机见人傻掉了，干脆堵住嘴巴，反正他也说不出话，不要白白张着浪费了。腾出一只手，顺着脸颊往下摸去，一路走一路点火，轻车熟路撩开衣裤，找到了重点。墙上的人已经闭上眼睛开始哼哼，引得他气息不稳，埋头去人胸前，正要作乱，门锁响了。景怡1秒钟开了门，准备兴高采烈的嚎一嗓子爸爸，我们放假了，却只来得及说出第一个字就石化了。阿苑跟在他身后，见他如此，满面笑容瞬间冷冻，迅速将人拉到身后，充满警戒地看向门内，瞥见自家大人的情形，又迅速回身捂住了景怡的眼。魏无羡被弄得已到云端，门锁的声音都显得虚实不变，但是那个吻突兀的结束了，身体突然被抱紧，那只让他沉迷的大手停止了抚摸，还迅速抽走了。他委屈地睁开迷迷蒙蒙的眼睛，想问蓝湛怎么了，却顺着他的目光看向门口。哦，操！要原地去世。被雷劈了的脑子正在组织语言，想着怎么解释这过分尴尬的局面，就听到蓝苑清脆的声音：父亲，我们放假回来早了，想给爸爸惊喜就没提前说，多有打扰。混乱中登时气结，臭阿苑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骚你爸爸是不是？魏无羡脸红的要滴血了，还没出声就被噎住了，一口气憋在那里堵得慌，只得皱着脸恨恨地瞪蓝湛。收到怀里的人恼羞成怒的目光，蓝忘机讨好的揉揉他屁屁，又轻轻撅起的嘴唇，摸摸他红透的脸。魏无羡心疼孩子还站在门口，很快收起了小性子，把人哄好了，这位父亲大人才缓缓开口：你们长大了，不用接送挺好的。蓝苑心道不好，盯着景怡用唇语叮嘱他，今天老实点儿。看魏婴整理好了衣衫，蓝忘机侧身搂着他，打开门去接孩子的行李箱。阿苑、景怡，快回家吧，晚饭想吃什么，爸爸给你们改上伙食。景怡听到吃的，立即抛开了莫名其妙的状况，跳过来抱住魏无羡的胳膊，眼里放光的回答：爸爸爸爸，我想吃剁椒鱼头、香酥鸡、麻辣小龙虾、北京烤鸭。